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小陈，你先进来一下。王志强坐在办公室里，脸上挂着假惺惺的笑容。我放下手里的数据报表，心里隐约有种不好的预感。走进办公室，看见桌上放着一份文件，抬头写着人员优化通知书几个字。公司要进行人员结构调整，你的岗位。王志强清了清嗓子，目光闪躲。我也很为难，但是上面的决定我也改变不了。我看着这个在会议上无数次把我的创意据为己有的男人，心中五味杂陈。3年来，我设计的产品功能为公司带来了上千万的收入，可到了裁员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我。为什么？我平静地问道。王志强摆摆手，小陈，你平时太低调了，在领导印象中存在感不强。这次裁员按绩效排名，他的话没说完，但意思很明白。我没有争辩，只是点点头。那一刻，我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老实不一定是美德，有时候它就是一种原罪。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，我在心里暗暗发誓，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后悔今天的决定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2023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，深圳的气温已经飙升到了20几度。我叫陈默，在腾云科技深圳分公司担任产品经理，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技术宅。公司位于南山科技园，是一栋30层的写字楼。每天早上9点，我都会准时出现在22层的办公区，坐在靠窗的位置上，开始一天的工作。我的直属领导王志强是个很有意思的人，说他有意思，是因为他总能把别人的功劳变成自己的功劳，而且做得毫无痕迹。记得去年年底，我花了3个月时间设计了一套用户画像系统，将产品的用户留存率提升了25%。在季度总结会上，王志强站在台上侃侃而谈。这套系统的核心思路是我从用户行为学的角度出发，结合大数据分析。台下的同事们听得津津有味，不时点头称赞，而我就坐在台下，看着他把我的心血包装成他的智慧结晶。沉默的执行力很强，能够很好地落实我的想法。这是王志强对我的评价，我没有反驳，也没有争辩。在我看来，做好自己的事情比争功更重要，而且我一直相信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我的沉默会成为别人眼中的软弱。办公室里的气氛最近有些诡异。财务部的小李说，公司账上的钱能撑不了几个月。人事部的张杰走路都轻手轻脚的，生怕被人发现什么秘密。听说总部要砍掉1半的分公司。产品部的小王偷偷告诉我，不会这么严重吧？我一边调试代码，一边随口回答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隔壁的游戏部门已经全部裁掉了，连部门经理都被叫去谈话了。我的手停在键盘上。游戏部门的负责人老张是个很有能力的人，连他都保不住自己，那我们这些普通员工又算什么呢？晚上回到家，我打开电脑，查看了一下自己负责的几个产品的数据，用户增长率稳定在15%，日活跃用户数量持续攀升，收入贡献也在同类产品中排名前3。从数据上看，我的工作表现应该算不错，但我心里明白，在这种时候，数据并不能说明一切。周五下午3点，王志强的电话响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
他匆忙挂断电话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办公室里的气氛瞬间凝固了，大家都停下手里的工作，偷偷观察着王志强的表情。所有人下班后留一下，我有事情要宣布。王志强站起身，声音有些沙哑。我的心咚咚跳个不停，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当这一刻真正到来时，还是感到无比的紧张。6点钟，办公室里的灯光显得格外刺眼。王志强站在会议室的最前面，手里拿着一份名单。公司总部决定对各分公司进行人员优化。他的声音在空旷的会议室里回响。被点到名字的同事，请到我办公室来。沉默。我的名字第一个被念出来，周围同事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我，有同情，有意外，还有一丝幸灾乐祸。我平静地站起身，走向王志强的办公室，身后传来小王的嘀咕声：沉默都被裁了，看来这次真的很严重。办公室里，王志强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文件、遣散补偿、工作交接清单，甚至连推荐信都写好了。小陈，你别觉得是我针对你。王志强点燃一支烟。这次裁员的标准很复杂，不仅看业绩，还要看综合表现。什么叫综合表现？我问。就是。王志强吸了一口烟。你平时太低调了，不善于表现自己，在领导眼里，你就是一个埋头干活的技术员，没有管理潜质。我明白了，在他眼里，我就是一个好欺负的老实人。裁员的时候，当然要先拿我开刀，还有别的原因吗？我继续问。王志强有些不自在地挪动了一下身体。小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王志强做事一向公平公正，绝对不会因为个人喜好而。那上个月的用户画像系统是谁设计的？我打断了他的话。王志强的脸瞬间红了。那个项目是我主导的，你只是执行。代码是我写的，架构是我设计的，就连 PPT 都是我做的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个字都像刀子一样锋利。在汇报会上，你说这是你的创意，你……王志强站起身，指着我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都已经被裁员了，还在这里争功？我没有继续争辩，我知道和他争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在遣散补偿协议上签字的时候，我的手很稳，一笔一画，工工整整，就像我做事的风格一样。3个月的补偿已经很不错了。王志强递给我一个纸袋，里面装着我的私人物品。我会给你写推荐信的，你的技术能力还是很强的。我接过纸袋，没有说谢谢，也没有说再见。转身走出办公室的时候，我听见王志强在身后说：小陈，做人要学会感恩，公司培养你3年，你应该……我没有回头。离开公司后，我没有像其他被裁的同事那样到处投简历，相反，我回到家，泡了一壶茶，坐在电脑前开始思考，为什么是我？不是因为能力不行，我负责的产品数据都很漂亮，也不是因为态度问题，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冲突。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，我太老实了。在王志强眼里，我就是一个不会反抗的技术员。裁员的时候，他当然会选择阻力最小的路径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老实人一旦决定反击，往往比任何人都要可怕。我打开微信，找到了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人，李总。李总是我大学时的师兄，比我大7岁。现在在腾云科技总部担任产品副总裁。我们上次见面还是在2年前的校友聚会上。师兄，最近忙吗？想找你聊聊。我发了一条消息。很快，李总回复了：好啊，
明天下午有空吗？老地方见。老地方是指学校附近的那家咖啡厅。当年我们经常在那里讨论技术问题，一坐就是一下午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准时出现在咖啡厅里，李总已经在那里等我了，还是那副温和的样子，只是头发少了一些，眼角多了几道皱纹。听说你被裁了？李总开门见山。我点点头，消息传得真快。王志强给我打过电话，说分公司优化了一些人员。李总端起咖啡杯，他还特意提到了你，说你能力不错，就是性格太内向。我心里一阵冷笑，王志强这是在给自己的决定找理由。师兄，我想了解一下总部产品团队的情况。我没有纠结于被裁的事情，而是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想法。李总有些意外，你想来总部？我拿出手机，调出了几个数据图表，这是我在分公司负责的几个产品的数据分析。我花了半个小时，详细介绍了每个产品的设计思路、技术架构和运营策略。李总听得很认真，不时点头。你的思路很清晰。李总放下咖啡杯，特别是用户留存率的提升方案，我觉得可以在总部的产品线上推广。我心里一喜，但表面上依然很冷静。师兄觉得总部有适合我的岗位吗？李总想了想，有个产品总监的位置一直空着，你有兴趣吗？产品总监，我的心跳加速了。这个级别比王志强还要高一级，我可以试试。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那你准备一下，我安排你下周去总部面试。李总掏出手机，我把你的简历转给 HR。就在这时，李总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对我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公司电话。”喂，志强啊。李总接通了电话，我的身体瞬间僵硬了。是王志强的电话。什么？用户投诉？李总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。怎么回事？电话里传来王志强慌张的声音。李总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的产品突然出现了大量用户投诉，说系统经常崩溃，数据丢失。我心里暗笑。那个系统的核心代码是我写的，里面有一些只有我知道的技术细节。看来我离开后，没有人能够维护这套系统了。你们技术团队怎么处理的？李总问。我们试过了，但是王志强的声音更慌了。负责这块的技术人员上周刚离职，现在没人能解决这个问题。李总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有一丝意味深长的光芒。那个离职的技术人员是谁？就是沉默。王志强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后悔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应该。电话挂断后，李总看着我，笑了。看来你在分公司的作用比王志强想象的要重要得多。我没有说话，但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。1周后，我站在腾云科技总部的办公楼下，这是一座40层的摩天大楼，在深圳的天际线中格外醒目。面试进行得很顺利，除了李总，还有2位副总裁参与了面试。我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产品理念，特别是对用户体验的理解和技术架构的把控。沉默。你觉得产品经理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？其中一位副总裁问道。判断力。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，能够在复杂的信息中找到关键问题，并制定正确的解决方案。那你觉得管理能力重要吗？管理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我说，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，首先要能够产出优秀的产品，然后才是管理团队。面试官们互相看了一眼，表情中透露着满意。3天后，
我接到了李总的电话，恭喜你，公司决定聘用你担任产品总监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谢谢师兄。不用谢我，是你自己争取来的。李总说，对了，你的工作职责包括指导和考核各分公司的产品业务，指导和考核各分公司，也就是说，王志强现在是我的下属了。入职第一天，我特意穿了一套新买的西装，不是为了装逼，而是为了给自己一种仪式感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技术员，而是一个有决定权的管理者。总部的办公环境比分公司好多了。我的办公室在35层，窗外可以看到整个深圳湾的景色。李总带我熟悉了各个部门，介绍了核心团队成员，大家对我都很客气，毕竟能够直接空降到总监级别的人，背景肯定不简单。陈总监，这是个分公司的业务报告。秘书小林把一摞文件放在我的桌上，需要您审阅一下。我翻开深圳分公司的报告，王志强的名字赫然出现在首页。报告写得很漂亮，各种数据图表一应俱全，看起来业绩不错。但我知道这些数据中有多少水分。我仔细分析了分公司的各项指标，发现了几个关键问题。用户留存率在我离职后下降了 20%， 客户投诉量增加了 35%， 产品迭代速度明显放缓。最有意思的是，王志强在报告中把这些问题归咎于行业整体下滑和市场环境恶化，丝毫没有提到人员变动的影响。我在报告上做了详细的批注，然后放进了待处理文件夹。1个月后，总部召开季度产品评审会，这是我入职以来第一次主持全公司的重要会议，各分公司的负责人都要参加，包括王志强。会议定在周3上午9点，地点在总部的大会议室。我提前半小时到场，检查了投影设备和会议资料。9点整，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，王志强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。他的身后跟着几个分公司的同事，大家有说有笑，气氛很轻松。当王志强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我时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。他揉了揉眼睛，以为自己看错了。各位同事上午好，我是新任产品总监陈默，接下来由我来主持这次评审会议。我站起身，声音在会议室里清晰地响起。王志强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，身体微微颤抖。他显然没想到，1个月前被他亲手裁掉的下属，现在竟然坐在了比他更高的位置上。会议室里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空气中的紧张气氛。我继续说道，今天的会议主要讨论各分公司的业务情况和下一季度的发展规划。我们先从深圳分公司开始。我的目光直视着王志强。王总监，请您介绍一下分公司的具体情况。王志强的喉结动了动，声音有些嘶哑。我们分公司上季度完成了既定目标，各项指标都达到了总部要求。等一下，我打断了他的话，我这里有一些数据需要和您核实一下。我打开电脑，调出了一个详细的数据分析图表。根据我的分析，深圳分公司上季度的用户留存率为 68%， 比上上季度下降了22个百分点，客户投诉量增加了 41%， 产品迭代周期延长了15天。每说一个数字，王志强的脸就白一分。这些数据是从哪里来的？王志强强撑着问道。
公司内部系统，我的声音依然平静。作为产品总监，我有权限查看所有分公司的详细数据。会议室里的气氛更加紧张了，其他分公司的负责人都低着头，生怕被波及。王总监，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问题？我继续问道。王志强额头上开始冒汗，可能是市场环境的影响，还有一些技术问题。技术问题？我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。能具体说说吗？就是系统不太稳定，经常出现故障。王志强支支吾吾地说。那为什么不修复呢？我们试过了，但是王志强的声音越来越小。负责这块的技术人员离职了。哦，我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。那个技术人员叫什么名字？王志强的脸涨得通红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会议室里安静的能听见针掉在地上的声音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个技术人员应该叫陈默吧？我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响。就是1个月前被您以综合表现不佳为理由裁掉的员工。王志强的身体在椅子上瑟瑟发抖，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。陈总监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他的声音已经完全变了调。没什么意思。我合上电脑，重新坐回椅子上，只是想确认一下事实。看来深圳分公司的问题比想象的要严重。我建议总部派遣技术专家进行支援。李总在一旁点了点头。陈总监说得对，技术问题不能拖延。会议继续进行，但王志强已经完全没有了刚进门时的意气风发。他像一个霜打的茄子，蔫头耷脑地坐在那里，一句话也不敢多说。其他分公司的汇报都很顺利，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。轮到提问环节时，我专门针对深圳分公司问了几个技术细节。王总监，您能解释一下用户画像系统的核心算法吗？这个，王志强彻底慌了。这个系统比较复杂，我需要回去查一下资料。没关系，我来解释吧。我站起身，走到白板前。这套系统的核心思路是基于机器学习的协同过滤算法，通过分析用户行为数据，构建多维度的用户画像模型。我用了10分钟时间，详细介绍了整套系统的技术架构和实现原理。台下的人听得目瞪口呆，连李总都投来了赞赏的目光。这套系统是谁设计的？我转身问王志强。王志强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陈默设计的吧？我继续说道。也就是那个被您认为没有管理潜质的技术员。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。会议结束后，王志强匆匆收拾东西准备离开。我叫住了他。王总监，请等一下。王志强僵硬地转过身，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陈总监，有什么指示？没什么指示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清晰无比。只是想告诉您，做人要学会感恩。总部培养您这么多年，您应该更加努力才对。这正是他当初对我说过的话。现在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。王志强的脸瞬间变得惨白，身体摇摇欲坠。接下来的2个月，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。作为产品总监，我需要统筹整个公司的产品策略，协调各个分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。我制定了一套全新的产品评估体系，不仅看业绩数据，更注重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用户体验。这套体系对那些只会包装不会干实事的管理者来说，简直就是噩梦。
深圳分公司的问题越来越严重，用户投诉继续增加，几个核心产品的市场份额持续下滑。王志强每周都要向总部汇报整改措施，但效果微乎其微。陈总监，深圳分公司申请技术支援。秘书小林把一份申请报告放在我的桌上，我翻开报告，发现王志强在里面详细描述了技术团队面临的困难，并且主动承认了自己在人员管理上的失误。之前的人员调整确实存在问题，导致核心技术人员流失，给公司业务造成了重大损失。我对此承担全部责任，请求总部给予支援和指导。看到这段话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1个月前，这个男人还在说我没有管理潜质，现在却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。我在报告上签了字，同意派遣技术团队进行支援，但我心里明白，有些问题不是派几个技术员就能解决的。年底的数值会如期而至，这是1年1度的重要会议，每个部门负责人都要上台汇报工作成果。我作为新任产品总监，业绩表现相当不错，在我的主导下，公司推出了2款新产品，用户增长率达到了 35%， 收入同比增长 28%。 轮到王志强上台时，台下的气氛明显紧张了起来。他的汇报时间比其他人都短，数据也不太好看。深圳分公司本年度面临了一些挑战，主要是技术团队的不稳定导致的产品质量问题。王志强的声音有些颤抖，我们已经制定了详细的整改计划，明年一定会有明显改善。台下没有人提问，气氛异常尴尬。会议结束后，人事总监找到了我，陈总监，关于王志强的工作安排，总裁想听听您的意见。我想了想，他在管理岗位上确实力不从心，但技术功底还可以，不如调回总部，担任高级产品经理，专门负责技术研发工作。这个建议实际上是把王志强降级了，从分公司负责人变成普通的产品经理，而且还要接受我的直接管理。2周后，人事调动的通知下来了，王志强被调回总部，担任我手下的高级产品经理。我们第一次在总部办公室见面时，气氛异常微妙。王经理，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。我伸出手，希望能够合作愉快。王志强看着我的手，犹豫了几秒钟，才伸出自己的手。陈总监，以前的事情，他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咽了回去。以前的事情就不要提了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我们都要向前看。从那一天开始，王志强成了我最勤奋的下属。他每天都会主动汇报工作进展，按时完成我安排的每一项任务。有时候看着他小心翼翼的样子，我心里会有一丝不忍，但我更清楚地记得3个月前他让我收拾东西滚蛋时的得意表情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